出大事了！中国刚刚在深海悄悄干了一件改变未来世界格局的大事。就在不久前，我们正式动工，要在海底2000米建一座能让6个人连续住上整整30天的永久空间站。这不是科幻片，这是真金白银砸下去26亿的国家重大工程。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们在海底1万米有了恐怖的发现，这发现甚至会改变世界格局。要知道，人类登上过月球，飞到过火星，可对脚下这片占了地球70%面积的深海，我们了解的还不到 5%。 那中国到底在10000米深渊里发现了什么？为什么我们非要一次又一次把活人塞进那个能把坦克压成铁饼的海底地狱？我花了整整半个月翻遍了国内外一手资料，今天就用一条视频带你亲眼看看海底1万米到底藏着怎样一个我们从来没见过的世界。下潜开始，海面往下200米以内是你我熟悉的大海，阳光斑驳，鱼群成片，珊瑚绚烂，是朋友圈里的度假天堂。可一旦突破200米的红线，画风骤变，蓝色开始发黑，温度开始骤降，欢迎来到弱光层。这里的生物已经开始不讲物理。黄带鱼身长超过10米，银光闪闪，像一条从深海游上来的神话巨龙。日本民间甚至传说，它一浮上岸就预示着大地震。当然，这只是巧合，并无科学依据，但确实每次出现都让渔民头皮发麻。还有一种叫海天使的小家伙，通体透明，背生双翼，在冰冷的黑暗里翩翩起舞，美得根本不像活物。可科学家一研究才发现，这么仙的一只小东西，居然是个顶级掠食者，专吃同为浮游生物的海蝶。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继续下沉到1000米，阳光彻底消失，永恒的黑暗降临。这里叫无光层，水压已经是海面的100倍，相当于一个成年人的全部重量，死死压在你的一根手指尖上。你以为没光就没生命，错得离谱。这里的家伙全都会自己发光。血盆大口，透明身体，自带钓鱼灯，安康鱼头顶那盏幽幽的蓝光，是用来骗猎物自投罗网的死亡陷阱。大王酸浆油的触手能甩出6米开外，像木偶的提线在黑暗中诡异摇晃。还有一种叫水滴鱼的哥们儿，在深海里其实帅得很，一双大眼睛，体态匀称，可一旦被捞上水面，压力骤减，他整张脸瞬间垮成一滩鼻涕，一夜之间成了全世界最丑的动物。这背后藏着一个扎心的真相，深海的生物不是长得丑，而是我们根本看不见它们本来的样子。再往下沉4000米，这是深渊层，眼前一片平平无奇的烂泥，可这层泥却是整片海洋的骨灰。从海面上死去的每一条鱼，每一只虾，每一缕浮游生物，最终都会化作白茫茫的颗粒，像雪花一样静静飘落。科学家给了它一个特别温柔的名字，海洋雪。日积月累，亿万年沉淀，堆成厚达1公里的软泥。这里是地球最大的碳汇之一，默默吞掉我们呼出的二氧化碳，换来人间的蓝天白云。可以说，我们每一次呼吸都有深海在替我们悄悄买单。而真正震撼的一幕，往往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发生。一鲸落，万物生，一头巨鲸在深海缓缓坠下，它的身体瞬间点亮整片黑暗。鲨鱼、盲鳗、管虫、细菌像赶赴一场100年盛宴，把它从皮到骨分解殆尽，整个过程可长达数十年。一具尸体撑起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温柔又残酷，安静又壮烈。这是大海用死亡偷偷写给活人的一封情书。接着往下6000米，真正的人类禁区来了，超深渊层。用希腊冥王哈迪斯的名字命名，全世界能到达这个深度的载人潜水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这里的压力恐怖到什么程度？相当于在一个指甲盖上稳稳扛着100公斤重的物体，相当于几十头成年大象一起踩在你的背上。别说生物了，普通钢铁到这儿都得被压变形。可偏偏就在这样的地狱里，2014年，科学家在8145米的海底拍到了一条叫狮子鱼的小家伙。它没有鳞，全身雪白，骨头软得像果冻，不是进化失败，而是老天爷赏的保命绝招。它的细胞里含有一种特殊的分子，专门用来对抗超强水压，让身体不被碾碎。更神奇的是，在这片不见天日的深渊里，居然还藏着一片片海底绿洲。
海底喷口喷涌出滚烫的黑烟，温度高达400摄氏度，却养活了一大群不靠阳光，只靠化学能活着的生物——管虫、贻贝、盲虾。它们证明了一件震撼整个科学界的事儿，哪怕没有太阳，生命一样能从零开始。这可能就是地球生命最初的模样。终于，我们抵达了终点，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的那一处，挑战者深渊，水深10900多米。这里是地球第4集，去过的人比上过太空的宇航员还稀罕。水压是海面的1100倍左右，水温接近冰点，绝对的永恒的黑暗。60多年来，到过这里的人，全世界加起来不到30个。1960年，瑞士人皮卡尔德和美国海军沃尔什挤在一个钢球里第一次下潜，途中玻璃都出现了裂缝，随时可能被压爆，可他们硬是没回头，一口气扎到了底。2012年，电影《阿凡达》的导演卡梅隆一个人跑来找素材，在10000米海底待了3个多小时，回来后他只说了一句话：那里像另一个星球。而真正改写历史的是2020年11月10日，中国的奋斗者号一次性把3个中国人稳稳送到了海面下10909米的深处。这是世界首次10000米海底的高清直播，也是中国深潜事业从跟跑到领跑的转折点。你知道造一个能扛住10000吨级水压的载人舱有多难吗？相当于把1000辆满载的大卡车全压在一只西瓜上，还不许它裂开一丝缝。为了这颗钛合金球壳，中国科学家整整磨了10年，失败了无数次。每一次10000米下潜，潜航员要在不到3个人站立大小的球舱里蜷缩14个小时，跪着观察，饿着作业，连上厕所都靠纸尿裤。这背后是一整代人的沉默坚持。从蛟龙号第一次突破7000米，到深海勇士号实现国产化率 95%， 再到奋斗者号一脚踩到世界最深，中国用了不到20年，走完了别人半个世纪的路。更炸裂的是，到2025年，奋斗者号全年下潜118次，成了全世界最忙的深海潜水器。同年10月，它一路向北，在北极 80% 以上的冰盖之下，完成了32次下潜。中国从此成了全世界唯一一个能在北极冰封之海进行连续载人深潜的国家。从太平洋的最深处到北冰洋的冰盖下，我们只用了短短5年，但更狠的还在后面。最近2年，中国扔下去一种鞋盒大小的深海机器人，没有电缆，没有驾驶员，自己在海底爬，自己干活，自己回来。以前一艘载人潜水器1年才能下去2-3次，每次几百万美元，现在一个小盒子能在海底待1个月，看出差别了吗？从前深潜是英雄行为，现在变成了流水线作业。那中国人下去找什么？第一样东西叫可燃冰。在接近0度的海底，甲烷被锁在冰晶里，看起来就是一块冰，但一点就着。保守估计，全球海底的可燃冰资源量远超石油、天然气、煤炭的总和。解决人类未来几十年的能源饥渴不是开玩笑，但它也是一颗炸弹。开采稍有不慎，海底滑坡，甲烷泄漏，那东西的温室效应在20年尺度上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人类敢不敢动它？动到什么程度？没人敢打包票。第二样叫多金属结合。海底那些黑乎乎的小石头像散落一地的土豆，里面装的全是锰、镍、钴、铜，这些是造电池、造芯片、造电动车的命根子。而我们开篇提到的海底空间站，正是世界首个2000米级坐底式深海载人驻留实验室冷泉生态系统研究装置。它由海底实验室、保真模拟系统和保障支撑系统3部分组成。计划5年建成，可支撑6名科学家在2000米深海连续驻留30天，专门研究冷泉生态系统、可燃冰绿色开发及极端环境生命起源等关键课题，为我国深海探索再添硬核支撑。古人说，涉潜水者见鱼虾，入深水者见蛟龙。深海从来不主动开口，它只奖励那些敢赌上一切、肯沉下去看世界的人。当全世界的目光都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有一群中国人选择了一头扎进海底的黑暗。因为真正的星辰大海从来不只挂在天上，它也藏在我们脚下。这片沉没了40亿年，却孕育了整个地球生命的10000米深渊。下一次，当你再站在海边，别只盯着那一层浪花，
那底下是地球最深的一双眼睛，一直静静地望着我们，也望着每一个敢于向深处去的人。这就是深海，它属于所有还愿意抬头、愿意潜下、愿意相信远方还有光的人。